Do not go gentle into that good night。 屏幕上的照片是2019年发布的人类拍摄的第一张黑洞的照片。现在请大家再来看看屏幕，这张照片是天文学家拍摄的另一张黑洞照片。等等，相信有的观众朋友可能立即就发现了问题，我的第二张照片不对，它应该是电影里的截图。没错，第二张照片的确是史诗级科幻电影《星际穿越》里卡冈图雅黑洞的照片，是艺术家凭着想象绘制出来的黑洞。要知道，《星际穿越》发布于2014年，在那个时候，人类还没有拍摄到任何黑洞的照片。人类拍摄的第一张黑洞照片要等到5年以后了。然而，电影里的黑洞看起来和现实中的黑洞竟然如此相像，仅凭这一项就够让我们惊掉下巴了吧？其实，电影中让我们惊讶的场景还远不止于此。就比如电影里男主人公库珀用引力波向身处另一个时空的女儿墨菲发送信息的那段情节。虽然根据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人们从理论上分析得出应该有引力波存在，但是自从上世纪60年代多个引力波探测器被建造和投入使用之后，直到电影公映的时候，人们还没有过一次真实的引力波观测记录。有趣的是，就在电影公映2年后的2016年，两大引力波探测团队LIGO 团队和 Virgo 团队共同宣布，在2015年9月14号观测到了在距离地球13亿光年远的地方有2个黑洞合并所发出的引力波信号。其实，在电影《星际穿越》里，类似的硬科幻场景还有很多，他们所涉及的前沿科学研究领域就至少包括了引力波、黑洞、虫洞、高维空间、祖父悖论，以及将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统一到一起的大一统理论。这些硬科幻场景，有的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的则只是一闪而过，而它们却都包含着丰富的内涵。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技的 YouTube 频道。这期节目播出后不久，圣诞节就要来了。我不知道大家在假期里会不会和我一样在家里追剧，但如果大家也有这个爱好，我希望大家也能留一点时间重温一下电影《星际穿越》这部史诗级的科幻电影。通过观剧，让我们再来感受一下那些曾经被禁锢在冷酷的方程式和严密的逻辑语言下的科学的美被释放出来后的震撼效果。由于篇幅比较长，我会把《星际穿越》的介绍分成2期节目播出。今天的节目，我会和大家一起简单的回顾电影的剧情。在接下来的一期节目里，我会重点就一些电影中可能会被大家忽略的细节一起讨论。好，咱们现在就开始。电影《星际穿越》公映于2014年，由大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由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吉普索恩担任电影的科学顾问。毋庸置疑，电影中大量出现的硬科幻场景一定是在吉普索恩的指导下拍摄出来的。吉普索恩的头衔很多：201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引力波天文学权威，LIGO 引力波探测计划发起人，加州理工学院终身教授。他主要研究的领域是引力波、黑洞、虫洞和时间旅行。由他来担任电影《星际穿越》的科学顾问是再合适不过了。在电影里，无时无刻不体现着他多年艰辛工作的研究成果。所以在我看来，《星际穿越》不仅是一部科幻电影，它更可以被看为是一场由吉普索恩面向大众所做的成果汇报会，一部成功的把前沿科学知识介绍给普通大众的科普教材。《星际穿越》本质上是一个在科学的背景下讲述希望、亲情与爱的故事。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电影的主题，我觉得最合适的可能就是电影里那句经典的台词 Do not go gentle into that good night. 不要温柔地走进那个良夜。这段话其实来自英国诗人迪兰·托马斯的同名诗。
诗人希望借这首诗来鼓励病重的父亲。后来，这首诗也经常被用来鼓励那些身处困境、面临绝望的人，让他们勇敢地抵抗，不要轻易地放弃希望。在这首诗众多的追随者中， NASA 就是其中之一。每次当 NASA 的那些勇敢的探测器，像勇气号、机遇号火星探测器、新视野号冥王星探测器遇见困难的时候， NASA 就会向他们传送这段信息。 NASA 这么做不仅是在鼓励自己，鼓励自己的项目团队，更是在鼓励所有的航天爱好者，希望他们坚持下去，不要放弃希望。每次看到这种情形，我总会有这样的思考：有些媒体看到其他人面临暂时的困难，就表现得幸灾乐祸，不知道他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是否也该收获别人的幸灾乐祸。星际穿越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不太遥远的未来的故事。那个时候，地球的生态环境已经变得十分恶劣，灾难天气不断的发生，病害使得玉米和秋葵成为人类食物唯二的来源，人类面临着即将毁灭的危机。就在这时，在土星附近出现了一个虫洞，而在虫洞的另一侧，则是一个巨大的黑洞和黑洞附近的几个星球。通过前期的探测， NASA 已经得知，在这些星球中有3个可能适合生物的生长。现在要做的就是派宇航员驾驶永恒号空间站穿越虫洞前往确认。 NASA 交给宇航员们2项任务，次要任务是携带5000个人类胚胎，作为维持人类种族延续的备份手段。在那边，如果条件合适，这些胚胎将被孵化培养，以便在几十年内在虫洞的另一侧创造新的殖民地。主要任务是取回所需的数据，在 NASA 解开引力方程的前提下，使全体人类殖民外星，从而拯救全人类。主人公库珀作为 NASA 的前宇航员，由于经验丰富，被要求加入 NASA 的这项计划。就这样，怀着拯救全人类的梦想，库珀离开了他深爱的2个孩子和他的岳父，和其他宇航员一起穿越虫洞，前往位于虫洞另一侧的候选宜居星球。但在旅途中，库珀才发现，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主要任务。在没有黑洞内部数据的前提下， NASA 根本不可能解开引力方程。而根据当时的认知，黑洞内部的数据是无法传递到黑洞以外的，所以想获得黑洞内部的数据是不可能的。宇航员们唯一的任务就是要找到宜居星球，在那里用携带的人类胚胎把人类的种族延续下去。在虫洞的另一侧，宇航员们经历了种种磨难，才发现3个备选星球中的2个其实并不宜居。他们想前往第3个星球，但由于前面他们在对另外2个星球的探索过程中消耗了太多的时间、燃料和物资，仅凭剩余的燃料和物资已经无法抵达第3个星球了。为了完成任务，库珀想到用黑洞巨大的引力来为永恒号空间站加速，使之能够具有前往第3星球的动能。同时，作为主要任务做出的最后努力，他和空间站上的机器人塔斯还分别乘坐不同的飞船进入黑洞，希望能获得黑洞内部的数据，并找到办法把这些数据传回地球，帮助 NASA 解开引力方程。进入黑洞后，库珀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高维时空。在这个时空里，他可以在多个时间节点上看到女儿房间过去的景象。他还能通过引力波影响物体的运动，从而向女儿发送信息。就这样，在机器人塔斯的帮助下，库珀把黑洞内的信息通过引力波传给一直对父亲保有坚定信任的女儿，而女儿墨菲则利用这些信息解开了引力方程，从而拯救了全人类。最后，库珀又神奇地回到地球所处的时空和女儿相见。由于库珀经历在黑洞附近的旅行消耗了大量的时间，当库珀再次见到女儿的时候，女儿已经是垂垂老矣，而库珀则仍然是个中年人。
女儿不想自己的父亲看到自己先于父亲离开人世，鼓励库珀到虫洞的另一侧寻找昔日的队友，开启新世界的生活。在影片的结尾，库珀的队友已经在第3星球建立起新的殖民地，一个遥远的人类新世界将在这里诞生。到这儿，电影的剧情就向大家介绍完了。下期视频，我将和大家一起对电影中一些有趣的场景进行讨论，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不知道您在看了之后有什么别的想法，欢迎您给我留言，咱们可以一起讨论。在节目的最后，我提醒您，这里是土拨鼠杂技的 YouTube 频道，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